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 Awesome 第一眼，我是阿茂。今天给大家看一双新的鞋子，已经是第4代了。对，我们之前呢，基本上都有给大家开箱前一代鞋子，然后今天也不例外，带大家看看这双 Why Not 0.4第4代。看看鞋盒呢，这个鞋盒是个特殊的鞋盒，因为这是一双联名款的 Why Not 0.4。你可以通过我今天穿的 T 恤看不太出来是吧？这样能看出来了，和鞋盒上的这个条纹其实是有些关联的，我们一会儿再说。鞋盒正面呢就是一个巨大的 Russell Westbrook 的 logo， 这边呢会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小的标签，这个标签一会儿在鞋子上也会看得到。然后呢，在这边就比较重要了，这是联名方的名字，一会儿我会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看鞋，我手上的这双是这次他们联名的配色。那我直接切入主题，这一次的鞋子有什么亮点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做第一眼开箱？是因为这一次鞋底的配置、鞋底的科技非常特别，前掌双 zoom。首先，为什么这样？卓人方面有告诉我说，是因为威少的需求，他说他比较在意的是前掌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或者是前掌的这样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感受，所以他们遵循他的要求，给他安排了前掌的双 zoom。那如果你去仔细看威少在球场上的照片，你会发现他的脚基本上都是，就是他是踮着脚的，因为他不断的要向前推进、转换进攻，然后冲刺、加速这样子，然后包括他起跳也都是用前掌，所以他在前掌的应用是非常非常多的，可能跟他的打法有关系，但跟其他球员就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安排这个配置，我觉得还是蛮定制化的，或者说蛮特别的，同时在各种各样的篮球的产品线上，这样一个配置也是之前没有过的，也跟其他的产品区分开了。那你如果觉得你跟他的打法很像，那这样的一个配置也许是你会比较喜欢的，因为这是威少喜欢的。那你可以看到，在他前掌的这个区域，他们画了一个黑色的区域，那这个黑色区域就是第一层Zoom 气垫的这样的一个轮廓。那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张拆解图。那张拆解图上还有演示另外一块 Zoom， 它是一个长条形的，比这个黑色区域稍微小一点，跟它叠在一起。气垫在这个地方它有开一个小窗，上面写着 Double Stack Zoom Air， 它露了一个小的圆形的小窗口，来让你看到里面的 Zoom Air 的那个纤维的这样的一个样子，还挺有意思的。中间是一个TPU， 那上面是有一个威少的标志的这样一个凸起，下面呢就是这样的 logo， 在水晶底里面你会看到 Fast-Tasm 的这样一个 logo， 当然在其他的配色上这个地方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标志了。鞋子侧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跟之前的一代让人觉得是差不多的，鞋面很杂乱无章，或者是说乱中有序，对，看你们怎么认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的风格的。我要提及的一点是，他们提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鞋面的这样的不同材质的材料是应威少的要求。那其实从 0.3 开始，那双鞋子如果你回想一下，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棱角，也能感觉出这一双有延续那一双的感觉。然后设计师有说，现在你看到的上面的零零碎碎的拼接的这样的裁片，其实是他们把威少的那个 logo， 也就是他把这个标志打碎之后，裁剪出了不同的这个裁片，比如说这个白色的，可能就是某个拐弯的位置，然后包括这个红色的，然后包括里面呢还有这样的条状的，都是这个 logo 的一部分。所以这双鞋的配色上来说，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样的差异化的存在。对，那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鞋子上有多少不同的材质。首先这个地方白色的是一个有点像太空棉一样的材质，然后这个有点微微泛蓝的这个青色，它应该是有点像牛巴革这种材质，但我觉得它是个复合材料。然后在这边它又变成了一个尼龙的非常硬的黑色的材料，红色的地方是一个就是塑料的一种亚模的胶，周围做了车线，你能看到这边有白色的车线，黄色的交叉的这样的像棒球缝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车线，然后内侧就更加复杂了。这边有刺绣的，很明显是这个 logo 的一部分了。然后这边有各种条状的这样的带子，然后它也是不是完全复合在鞋面上。然后这边写着 Why Not 0WNZ.4，请记得这一条的颜色，这一条是非常标志性的，那它也会出现在一会儿给大家讲到的服饰系列上。还记得我后背上的条吗？包括鞋舌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用的这种绒绒的，然后上面
有叠加了威少的标志，而且是两个，先是一个刺绣，然后是一个条状的刺绣，一大一小叠在上面。他们现在放上的是这种棒球缝线这种感觉的一副扁的鞋带，然后它有配两副，一个是白色，一个是橙色的鞋带。后跟呢，他们有一个红色的 TPU。后跟的这个橙色条，一边是威少的签名，一边是 Facetasm 的标志，还能看到，这边威少的标志，张麦 logo， 然后一个罗马数字的4，代表着第4代。当然，在这个后跟还是有非常硬的这种支撑片在里面的。同样的，在这边会有个小的旗标，写着 Facetasm， 还是细节非常非常多的。中底的形态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棱角很多，对吧？这边织出了一个尖尖的，这儿又是一个 V 型的凹陷，然后在上面有很多浮雕式的这种凸起。那镂空的区域其实就是非常迷你的威少的这样的 logo 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在后跟这个位置有一个罗马数字的4，然后在这个位置你能看到有4个点，很不明显。同样的4个点也会出现在鞋头这个位置，很多4的元素出现在这双鞋子上，宣示着这是 Why Not 0.4。这双鞋还非常的复杂，并且直来直去吧，跟威少的性格还是蛮搭的。然后刚才提到了这个微微泛蓝的青色，这并不是 Facetasm 他们第一次跟Jordan联名。在去年的时候，Jordan 推出过一波叫 Fearless Pack， 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 Jordan 1 Mid， 应该里面最有名的一双是陈冠希的那双白丝绸的乔伊 Mid， 其中就有一双就用了很大面积的这个发灰的青色，对，那一双就是 Facetasm 跟 Jordan Brand 的联名的乔伊。因为在我们中国地区，陈冠希那双实在太耀眼了，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那双鞋子，所以OK， 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为什么他们双方会联名呢？这个时候我就要介绍一下 Facetasm 这个牌子了。那么 Facetasm 这个牌子呢，它是一个日本东京的开始的这样一个牌子，它是2007年开始做的，到今天已经13年了。所以其实它比我想象的整个生涯的长度要悠久很多。我以为可能只是一个做了可能5年7年的这样的一个牌子。那它的主理人的名字叫做洛河弘里 Hiromichi。这个牌子，给我的感觉，我也大概查一些资料，他说是把东京的文化、东京的这种感觉，以一个比较自由和有趣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来告诉大家。然后他希望可以通过他建立这个品牌，包括他设计的衣服，可以让大家对于东京这个城市，对于日本的设计师有一个更全方位的了解，因为他觉得可能大家对于日本的设计师这样的一个名称是有非常明确的刻板印象的。他觉得日本的设计师设计的东西大概就是那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自己脑海里的日本设计师。他说他希望打破这个感觉，他说其实日本的设计师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然后他希望可以用更多的不同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日本设计师并不是都只是做大家熟悉的那些牌子的那些风格。于是乎你在它的设计当中，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打碎重组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它有一个还蛮厉害的成就，是2016年它入围了 LVMH Prize， 是一个蛮权威的奖项，它是第一个入围8强的日本设计师。作为年轻的设计师来说，他绝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个代表。我身边还有一件衣服是我之前买的，也是一件 Facetasm 的帽衫，他们自己的产品，这个不是联名。我给大家看几个设计，大家可以对于我刚才所说的这种破碎，或者是说它打破这件事情原有的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尝试吧。比如说在袖口的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它加了这个螺纹，但它又没有让它是这种我们常见的那种收口的，它把它变成散的了，然后加上了这种毛边的效果。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设计是毫无用处的，但它让这件帽衫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这件衣服有个很厉害的地方是，它是没有兜的。它在正常大家想要放一个兜的这个位置，它把它剪开了，但它是空的。它的下摆也是完全没有任何收边，然后没有螺纹，没有大家习惯的那种。但你以为是真的没有兜吗？你以为是真的没有兜吗？就是你把你的手从这个洞口伸进去之后，所以你的手其实在这儿是有一个兜的，懂了吗？除了他们这次做的这双鞋子以外，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秋冬的产品线，比如说帽衫有2条斜的
到肩膀，然后一直绕到后面，然后条纹就是这个颜色，然后这个颜色他们还会出一件教练夹克，一整套的那种，灵感来源于 Michael Jordan 曾经就是穿着那件类似的这种训练夹克嘛，他们希望在黑红配色中加入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你能想他加了什么颜色？他加了绿色。我惊讶的地方是，他们加了一个让你想象不到的绿色，并且结果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我认为那套 tracksuit 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你也能看到威少穿着这件衣服的样子。那么这双 Why Not 0.4 呢，我让我的几个同事试穿了一下，那他们都表示穿着的感受如下。首先是不偏码，他觉得你就买自己合适的尺码就可以了。然后其次是双层 zoom 的体验，他们的描述是这样的：有一种错觉是后跟甚至有点凹进去了，大概猜测是因为前掌的双层 zoom 会给你一种前掌被垫起来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双鞋子最终会带来的一个感觉就是它会强迫你尽量多的去用前掌来发力，因为你会觉得这样是比较平衡的、比较舒服的。大家还是要去店里面试一下吧，真的穿上这双鞋，你可能才能感受到我刚才描述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你能不能适应这种感觉，它到底能帮到你，还是让你觉得有一些不舒服，这都是要根据每个人去来判断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还是去试一试，比较保险。那么 Why Not 0.4的常规定价是1099，但是我手上的这双 Facetasm 联名的款式的定价是1299，大家可以有一个参考，因为上面的材料应该是用的还是不太一样的。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双 Why Not 0.4跟 Facetasm 联名的这样一双鞋子，同时聊了一下 Facetasm， 希望大家喜欢，希望大家有所收获，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那就是这样咯，拜拜。